裴然还存着前女友的照片，一共1314张。可交往3年来，他从未帮我拍过一张照片。30岁生日那天，他抛下我去陪割腕自杀的前女友。后来，他们在酒店巫山云雨，裴然无动于衷地听着他对我的恶语。许安脸上日益加深的皱纹，皮肤松垮，身材也不再饱满。裴然，你有没有闻到他身上的老人味？良久，他答：是啊，他不年轻了。于是我选择让自己的爱被一点点消磨，直到婚礼当天，分文不剩。裴然正洗澡时，他的手机突然来了通电话，害怕有什么急事，我接了，说了声喂，又问了句有什么事吗？裴然还在洗澡，那头一直没说话，2、3秒的静默后，电话直接挂断。也许女人的直觉就是那么敏锐，我突然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不同寻常。于是我解锁了打开微信，通过电话号码，在社交软件中找到了那个人。他们的对话框很干净，恰巧是这种干净触动了我敏锐的神经，我的心往下沉了沉。对面正巧发来消息：裴然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很想你，我在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等你。我的心猛地缩了一下，一种事件即将脱轨的恐慌漫上心头。洗手间的水声还在哗啦啦地响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不断发抖。我开始查看裴然手机里的其他信息，短信没什么猫腻，直到我翻阅到手机相册、加密相册，输入我的生日，密码错误。我蜷了蜷手指，输入了今天的日期，密码正确。隐藏的相册，密密麻麻的照片，刺得我眼睛疼，都是同一个女生，一共1314张，每张照片都被细心标注了时间、地点，甚至当天发生的事和心情。脑海中轰鸣一声，震惊过后是麻木的冷静。我快速翻看，然后定格在其中一张，女孩戴着米老鼠发箍，笑意盈盈地对着镜头比耶，而裴然站在身旁，目光只落在她身上，眉眼温柔。2023年2月15时，和曼曼一起去了迪士尼，看到她这么开心，也算我幸福的一种。我突然想起年前那阵儿，我也和裴然一起去迪士尼。我把相机递给他，摆好了姿势，示意他帮我拍几张照片。他看着相机出神很久，神色中失落很重，最终还是缓缓摇了摇头。他说：抱歉，安安，我没有拍照记录的习惯。我抿了抿唇，没关系，自从交往以来，他从未帮我拍一张照片。我只当他大直男，不喜欢拍照，没过多在意。但口口声声说不爱拍照记录的他，却耐心地记录着和另一个人的点点滴滴。每张照片都像是打在我脸上的巴掌，生疼。我退出了裴然的相册，还不忘将他和那女孩的聊天窗口标为未读。离我和裴然的婚礼只剩1个多月，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还留着他的照片？裴然出轨了吗？还有那个女孩，她与裴然的交往，他发来的消息，他的样貌，一个一个在我脑海中闪过。突然，我抓到了什么？那个女孩，我见过，大概是3个月前，步行下班路上被一辆车剐蹭到，好在我躲避及时，只不过小臂受了点轻伤。诊室里，隔壁小姑娘在跟男朋友煲电话粥抱怨，娇嗔的声音带着细细的哭腔。好疼，好疼，你来接我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我专门回国来找你。哥，别忙工作了，工作有我重要吗？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她挂了电话，笑弯了眼睛，显然是被自己的男朋友哄高兴了，目光落在我伤口上，天真道：姐姐，你也受伤了，怎么不叫对象来接啊？我怔了怔，笑着答：他工作忙，没时间过来。闻言，他笑意更深，眉眼间是压不住的得意。那姐姐还真是可怜，她还很年轻，炫耀的也是一图明晃晃的。我倒也没生气，只是感慨，年轻人谈恋爱，总是一刻也离不了对方的。处理好伤口，我一瘸一拐地走出诊室，好不容易挪到医院门口，正准备打了个车，
一辆熟悉的黑色布加迪从眼前过去，记忆的画面和眼前的照片重合。我确定就是他，也肯定裴然去见他了。裴然裹着浴巾出来，一边擦头发，一边奇怪问我：“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？”回神，我将他的手机递了过去，平静道：“刚才有人给你打电话。”我接了，他一声不吭就挂了，估计是同事。他表情自然地接过，去了阳台，也就一会儿的功夫，裴然面色如常地走进来，打开衣柜，他一边换衣服，一边对我说：“安安，有点急事，我出去一趟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项目的合同出了点差错，明天就要用，我得去改一下。”我没说话，他弯下腰，凑过来，嘴唇印在我额头，轻哄：“安安，我快去快回，今晚肯定回来陪你。”裴然的语气无比自然，就好像同样虚假的借口早已找过无数次了。小陈也在公司吗？对，有人证、物证，我怎么能不相信？我点点头。你注意安全，目送他离开。可平日里那么谨慎的人是有多心急，才没发现一直跟在身后的我。一会儿，我已经身处咖啡厅了，隔着半透明的屏风，裴然就在眼前。他冷冰冰地喊：“苏曼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苏曼熟忍又自然地坐在他身侧，斜了他一眼：“这么多年过去，你怎么还是喝无糖美式？苦死了！”说着，他推了推他：“娇嗔，怎么不给我点？难道你忘记我爱喝什么了？”裴然端坐，面无表情，下颌紧绷，忍无可忍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苏曼红了眼，却仍倔强地同他对视。“我想你。”裴然回视他，空气越来越粘稠，冰层下的隐藏的感情沸腾。崩塌的瞬间，苏曼猛地扑进裴然怀中，搂住他的脖子，胡乱亲吻：“哥，别这样对我，别对我这么坏，我回国就是为了你，我要你。”裴然单手将人扯开，咬牙冷声道：“苏曼，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”苏曼摇头，贴上。他拉开，他再次贴上，越贴越紧，直到一颗颗眼泪砸在裴然脸上。“我才不管你要不要结婚，哥，我想你，我好难受。在国外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想你。”苏曼眼泪的攻击下，裴然的盔甲终于漏气。他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语气宠溺又痛苦：“苏曼，你忘了吗？当初是你抛下我的，是你先不要我的，你现在又想做什么？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，好不好？”指尖刺破掌心，我的心坠到谷底，快要呼吸不过来了。裴然，他竟然还知道要和我结婚？苏曼摇头，哽咽着说：“哥，你现在是在怪我吗？在怪我离开你吗？可我能有什么办法？那是唯一一次出国交换的机会，我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需要钱。”裴然苦笑：“呵，我没给你钱吗？你要什么我给什么。我打工给你交学费，给你拿生活费。而你呢？我创业遇到瓶颈，项目资金链断裂，我每天喝酒喝到胃出血，就为了拉到投资。而你呢？你说你的青春就那么几年，让我别耽误你。好，那你现在还回来干什么？当初是你不要我的，现在你又回来干什么？”诘问的声调越来越高，或许他自己都没注意，一向稳重自持的他，会苏曼的一句话而轻易调动情绪。最后，裴然似乎终于受够了，起身冷声道：“你想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我要结婚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”夜晚，窗外车水马龙，我盯着裴然的背影，鼻尖酸涩上涌，眼睛是止不住的酸涩疼痛。“裴然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们真的还能结婚吗？”彻夜未睡，醒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。我本去公司楼下喝杯咖啡扛一下，苏曼就在此时出现，漂亮又张扬，笑意盈盈地看着我。我们谈谈，面前的人与那一张张照片重合，我的脑袋阵阵钝痛。苏曼落座，冲我眨眨眼：“姐姐，昨晚你接到了电话，知道我和裴然的关系了吧？”末了撑着头对我笑：“姐姐，我们见过面的，你该不会忘了吧？”那笑意，恶意的，冷冷的，还带着讥讽和得意。
我抿了口咖啡，没接他的话。苏曼耸了耸肩：“姐姐怎么不去喝酒？失恋的人不都应该去喝酒吗？”刚喝下去的咖啡仿佛在燃烧，五脏六腑都升起了密密麻麻的痛感。他的视线落在桌子上，换来了服务员一杯无糖美式。从前，他也最爱喝美式，我不喜欢，因为他刻意拉长声音，闻起来太苦了。所以我总逼着他和我一起喝奶茶，眉眼间却又挡不住的洋洋得意，仿佛迫不及待地宣告我要抢走裴然了。心里压着块大石头，闷得我喘不过气。见我抬眸，他笑意更深：“姐姐，感情的事强求不来的。你今年29，很快就30岁了，要好好注意保养，不然……”突兀又响亮的声音在大厅传开，苏曼的脸偏向一边，白皙的脸颊留下一片红。咖啡厅三三两两的客人都被吸引注意，伸长脖子往我们这边看。苏曼猛了好几秒，捂着脸怔怔抬头看我，一巴掌不够解气。我拿起桌上的咖啡，举在他头顶，倾倒，深色的液体顺着发梢往下流，在洁白的衣领上晕开。他脸上的妆也晕成一团，滑稽又好笑。苏曼被我激怒，没有了假装乖巧的模样，面目狰狞地朝我扬起手。我扣住他的手腕，嗤笑：“你就这么迫不及待？”苏曼顿时恶狠狠地说：“是啊，我们之间7年的感情，你们不过堪堪3年。他放不下我的，你最好就主动离开，不然……”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想到裴然，心里又是一番尖锐疼痛。我压住喉间的梗塞，盯着他一字一句道：“那我就等着瞧了。”距离苏曼约我见面已经1周了，婚期渐近，我能感觉到裴然越来越黏我。正在镜子前试敬酒服，我听见裴然对店员说：“把试过的都包起来。”他向来对我大方，却很少会像今天这样大肆铺张。这样反常的举动落在我眼里，只有一种可能：补偿。我扯出一抹笑，冷空气入肺，情不自禁地开始咳嗽，一下又一下，身子剧烈颤抖。我弯下腰，咳到满脸通红，仿佛要把心肺也咳出来。裴然第一时间递上一杯温水，眉头紧锁，眼神中满是焦虑和不安，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我摇摇头，示意他没事。换季温差大时，我总会生病，先是感冒咳嗽，而后发展为高烧不退，呼哧呼哧的喘气，头脑昏昏沉沉没力气。好在每次都有裴然，他温柔细致，照顾人时总是齐全周到。他会整夜守在我床边，直到温度降下来。所以有了裴然后，我也不必很忧虑换季生病这件事。裴然刷卡付款时，店员围着我，星星眼道：“很少看到这么恩爱的一对了，您丈夫真的好爱你啊。”“爱我吗？也许吧。”趁着裴然去商场洗手间的空隙，我解锁了他的手机。这几天，苏曼给他发了几百条消息，裴然不回复，也不删除，直到苏曼发来了自己抑郁症的截图，附言：“哥，我生病了，好想你，好想见你，但是我不想治疗，没有钱，你也不要我，活着没有任何意义。”过了3分钟，裴然回他：“有病还敢拖？”苏曼高兴得要命：“哥，你还是放不下我，是不是？”裴然直接给他转了20万，等你病好了，就别来纠缠我了。苏曼却还不肯罢休：“我明天就去医院，你陪我好不好？”裴然没回，因为明天就是我的生日，掌心被掐出点点红痕，但我没有声张。我也想知道裴然会怎么选。第2天，我刚打开门，饭菜诱人的香气就散发出来。家里已经被裴然布置好了，他站在桌前，嘴边噙着笑，望向我的眼神柔软又温柔。“安安，欢迎回家。”玫瑰、音乐、烛光晚餐，浪漫又俗套。我看着他，笑出声，又笑出泪。他为我戴上了寿星帽，兴致勃勃地点燃了蜡烛。“安安，许愿吧。”双手合十，我刚闭上眼，所有的氛围都很好，直到裴然的手机响了起来。看了眼手机，他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，然后微笑着看向我：“许愿了。”“安安，
我依旧没动。过会儿，裴然的手机又响起来，再次确认联系人后，他起身解释：“我去阳台接个电话。”我点点头，等裴然转过身后，悄悄跟了上去。我真的决定结婚了，你不要再打来电话了。裴然皱着眉，眉眼满是不耐。苏曼，我们之间已经彻底结束了，懂了吗？寂静的空间中，苏曼歇斯底里的声音一丝不落地传进我的耳朵：“哥，你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没有你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”最后不知道苏曼说了什么，裴然突然大喊：“你别做傻事，我现在就来找你！”他挂了电话，边穿衣服边急匆匆往门外走，指甲嵌入掌心。我强装平静问：“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公司有急事，我去看看。此时此刻，或许我应该欣然同意，给自己留下最后一份体面，但体面没用。我现在只想将心口的伤口撕烂，痛了就知道怎么放手了。我撑着眩晕的大脑问：“可以请假吗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陪着我好不好？”裴然套外套的动作顿了顿，语气有点重：“安安，我保证今天会回来陪你过生日。”我握着拳头，忍着的阵阵钝痛，重申：“我很不舒服，我想让你陪着我。”从前我表现出一点不舒服，他恨不得飞奔到我面前，只要有我在，他都看不到其他人，毫不犹豫地朝我走来。现在他眼里还有苏曼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但这份犹豫无疑变成了插在我心上的一把小刀。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裴然干脆利落地换好了鞋，只留下一句：“安安，别闹了。”我站在原地，盯着裴然的背影，想知道他会不会回头看我一眼，会不会有点愧疚。可是没有，消失在视线尽头的那几步小跑，更显示出他的急切。客厅陷入一片黑暗，我吹灭了蜡烛，双手合十，许愿天天开心。泪水涌出来，又被我很快擦去。苏曼割腕了。我跟到医院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抢救回来了，脸上满是泪痕。裴然抱着他，像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宝。苏曼扑进他怀里，哭到全身脱力，止不住的抽噎瑟缩：“哥，求求你，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我错了，我真的爱你，别不要我，好不好？”我第一次看到沉稳持重的裴然抖得那么厉害，他抱着他，声声轻哄：“好，你别怕，别怕，我要你，我一直陪着你。”我站在远处，心不停地往下坠，痛到难以呼吸。苏曼哭到全身发抖，泣不成声地质问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肯原谅我？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”我只问你一句话：你还爱我吗？良久，裴然都没说话，最后他哑着嗓子答：“爱。”心脏像被人用针扎一样，痛到窒息。我拿出手机，摁下了裴然的电话。我看着他匆匆安慰好苏曼，独自调整许久，接起电话时语气已变得平常又自然：“喂，安安，我还在公司，当时走得太急。你吹灭蜡烛了吗？吃蛋糕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烧得难受吗？”我轻声道打断：“不太好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神情中满是不知所措和慌张。苏曼不乐意了，攀在他身上胡乱亲吻。我扯扯嘴角，问：“我熬了一些粥，工作了那么忙，需要给你送些夜宵吗？”裴然气喘吁吁地应付我：“外面太冷了。安安，你还生着病，别出门了，家里药箱有退烧药。安安，照顾好自己，以后我一定陪你过生日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我扯出一个惨淡的笑，可泪水肆无忌惮流下。裴然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半夜我突发高烧，身体不受控制的滚烫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将白天吃的东西吐了个空，头疼欲裂，仿佛无数把锯子来回割据。意识模糊的时候，我喊了裴然的名字，空荡荡的房间没人回应，眼泪掉下来，又很快被我抹去。我昏昏沉沉起身，找药，喝药，上床，盖上被子，睡觉，就这么折腾了一晚。而裴然彻夜未归，第二天体温不降反升，我只得请了个假，去医院挂了发热门诊，按照流程吃退烧药，
打针、贴退烧贴，又折腾了一上午，测了体温，已经降下去了。其实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，原来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回家洗了个澡后，我很快又睡下。再次醒来时，裴然回家了。他面容憔悴，眼底青黑，想是一夜未睡。见我醒来，他起身将蜂蜜水递到我嘴边，问：“怎么样？感觉好些了吗？怎么不说话？”裴然捏了捏我的脸，眼中含笑：“是不是没有我在身边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？安安，吃点东西，我为你熬的粥。”他就像什么都没发生那般，扶我起身，一口又一口地喂我喝粥，淡淡解释：“昨天小刘把我叫走，忙好，我看时间太晚，就在公司将就了一晚。”我打断他：“昨天我去你公司了。”裴然的表情瞬间凝固，嘴角原本的笑意还未收回，尴尬地僵在脸上，形成一个诡异的弧度。他的脊背绷直，一动不动。良久，双手颤抖地放下碗，看着他如遭雷劈的表情，我笑出了声：“骗你的，裴然，怎么还真信了？不过看你这样子，该不会真不在公司吧？”我静静看着他调整好呼吸，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：“是啊，又被你骗到了，害怕你独自出门，病情又加重了。”我附和几句，并未戳破他的谎言。其实有几次我真的很想问裴然，在我面前演戏，你累不累？或者告诉他，我已经知道你和苏曼的事了。你要是不想领证结婚，我们可以马上取消婚礼。可我还是什么都没说。现在并不是一个好的时机。短暂错愕后，裴然掀开被子躺下，像往常一样把我圈进他怀里，手臂缠绕得很紧很紧，仿佛要把我揉进骨血。他用鼻尖摩挲我的鬓发，闷声撒娇：“昨天真是太累了。”我避开他的耳鬓厮磨，从他的怀抱中挣脱了出来，背对他说：“你去客房睡吧，我的病还没完全好，怕传染给你。”他愣了愣，这是我第一次拒绝他的示好，末了还是笑了笑：“好吧，有什么事就叫我。婚礼倒计时30天。”望向我曾经憧憬的日子，现在只剩下满腔沉默。我告诉自己，这1个月是我彻底放下裴然的日子。我深知自己的软弱和犹豫，没法做到洒脱地放手离开，所以我选择让自己的爱意一点点被消磨。而这1个月就是我留给自己的时间。11，婚礼倒计时23天，裴然定下了婚纱，他专门托一位设计师为我量身定制。婚礼倒计时20天，裴然跟策划公司对接婚礼事宜，试菜、确认菜单，与酒店沟通婚礼现场的注意事项。而我全程没有参与婚礼上的每一道菜、每一束花，每分钟要做什么事情，他都比我清楚。裴然抱着我撒娇：“办婚礼可真费神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娶你了。”我笑着问他：“真的吗？你以后会出轨吗？我已经30岁了，你会爱上一个更青春靓丽的女孩吗？”他捏了捏我的脸，抱着我低声道：“说什么呢？谁能比得上你，老婆？我真的很期待和你的以后，我想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能看到你。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孩子，如果是个女孩，我保护你们2个宝贝；如果是个男孩，我们一起保护你。”我笑了笑，没说话。裴然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我都不信了。婚礼倒计时15天，晚上回家，门刚关上，裴然抱起我抵在玄关上，铺天盖地的吻落下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急切。裴然，最近我工作很忙，没心情。我躲掉了，挣开他，箭在弦上被我的话泼了冷水。裴然的身体僵了僵，良久，他抱着我叹息，心疼地说：“瘦了这么大一圈，工作真累，以后我养你，好不好？”婚礼倒计时10天，我再次从裴然怀中挣开。我不舒服。裴然探了探我的额头，问：“又发烧了吗？”我既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婚礼倒计时3天，裴然吻上我的额头，身体刚有试探的动作，很快就察觉到了我的排斥。他愣了愣，看了我很久，像是想从中看出什么。良久，他叹口气：“你先坐着，我去做饭。”
裴然正在厨房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他接起来，神色变了变，余光悄悄看向我。我就坐在客厅，微笑着看向他。他解了围裙，走到了阳台。我也打开了社交软件，看到苏曼发了一条新的朋友圈，离她的婚礼只有3天。我不想留下遗憾，配图是一张被模糊了背景的酒店大床。其实我也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的苏曼，没想到真同意了。至于他知不知道加他的人是我，没有意义。不一会儿，裴然出来了，边脱围裙边说：“小陈说有批货的质检有问题，我去公司看看，时间地点人物俱全，多么合情合理的借口，我有理由反对吗？”我握了握拳，再睁眼，面上已经恢复了平静，问：“必须去吗？”裴然脚步一顿，怔愣片刻后走过来捏了捏我的脸，轻声道：“最近加班事比较多，是我忽略你了，等以后再补回来，好不好？”我拉住他的衣袖，神情异常认真：“我和你一起去。”裴然眼神闪躲了一下，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很快离开。我去就回，马上回来陪你。原来无论怎样，他都要走啊，多奇怪！明明我已经看透了，却还是忍不住流眼泪。其实我真的以为能和裴然走到最后。我和他是在一场饭局上认识的，他对我一见钟情。如今想来，一切都太巧。他那时候刚和苏曼分开，而我又刚好出现。彼时，裴然特意租下了我隔壁的房子，每天晚上做好饭，在我公司楼下等我下班。我工作忙，他有时候在楼下一等就是1个小时，一句抱怨都没有。同事都在打趣，世间少有的好男人，你可得珍惜。我们确认关系那天是在大年夜，我突发高烧，裴然急得不行，打车送我去了医院。正值春运，车堵在了高速上，无奈裴然顶着风雪背着我去了医院。我烧得难受，在他背上乱动，他就一直在哄我：“安安，再坚持一会儿，好不好？”医院很快就到了，他的背上显淡薄，拖着我双腿的手却一下都没松，咬着牙背我走了几里地。周遭是寂寥无声的雪地，唯有裴然的呼吸声格外明显，也让我格外安心。他捧着一腔赤诚爱意送到我面前，我沦陷了。交往2年，他尽职尽责。我本以为我们会结婚，然后一直走下去，直到苏曼回来了。当晚，一通未知电话来电，刚接通，苏曼哽咽的声音就传了出来：“你以为我就想成为这么不体面、不要脸的女人吗？哥，我爱你，你说过会陪我一辈子的，没有你，我会死的。”许是察觉裴然态度软化，苏曼声声又哄：“结婚前放纵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你负责的，怕他发现吗？放心，只要你解释一句，他会原谅的。毕竟他年龄这么大了，找不到比你更好的结婚对象的。行不行？”良久，裴然回他一句：“别让许安发现。”接吻声、喘息声骤然响起，砰的一声巨响。他们好像撞倒了什么，但他们毫不在意，凶狠地纠缠在一起。苏曼气喘吁吁地问：“这些天你有没有碰那个老女人？别那样说她，到底有没有？”裴然的声音哑得厉害，已经被情欲浸透。“没有。”苏曼得意娇嗔：“你是我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”我恶心到想吐，跑到卫生间抱着马桶干呕了好久。两人温存之际，苏曼得意洋洋道：“许安明年就30岁了，我不一样，我还年轻。”他脸上的皱纹日益加深，皮肤松垮，身材也不再饱满。“裴然，你有没有闻到他身上的老人味？”打火机响了，裴然点燃了一支烟，不说话。苏曼不高兴了，趴到他身上闹他：“快说，快说！”良久，他才开口：“是啊，他不年轻了。”掌心被指尖掐出红痕，心脏的位置刺痛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会好的。婚礼倒计时2天，苏曼先沉不住气了。一间很隐秘的餐厅，他约我见面。“你不是已经接到电话了吗？”那晚我们在酒店接吻上床，你也知道裴然心里是怎么想你的了。他爱的人一直是我，
爱是这世上没法强求的东西。你是个适合结婚的妻子，但绝对不是裴然爱的人。你知道裴然为什么那么会照顾人吗？都是因为我。裴然做饭是不是经常放很多辣椒？也是因为我爱吃辣的。现在他还留着我们之间的那些照片吧？说完，他满意的笑了笑，死死地盯着我的眼，等着我的崩溃和哭泣。但我只是垂眸笑了笑。如果真的这么有自信，那你也不会来找我了。苏曼脸色一白，立即反驳：“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他曾经那么爱我，他爱的人一直是我。”苏曼越说，声音尖锐：“你算什么？还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指手画脚？他爱的人就是我，他最后娶的人也只会是我。”我又笑了一声，是嗤笑，是不屑，是不在意。现在离我们的婚礼还有2天，他心里真的有你，又为什么愿意和我结婚呢？即便和你在一起了，又怎么样呢？出轨的人可不止出轨一次。恕我直言，你高看了你们之间的感情。苏曼愣住了，说不出辩驳的话，却还是梗着脖子重复：“我和你不一样，他爱我。”我起身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别急，说不定你真有可能呢。不过，我摆弄着无名指上那枚闪闪发光的戒指，只有2天，你可要抓紧了。”我回到车上，深呼吸，却还是难消心脏的钝痛。回到家时，裴然正坐在沙发上，一见到我进门，他马上起身：“安安。”他声音干涩：“我知道苏曼一定找他闹过了。”我平静道：“我全部都知道了。”裴然的眼眶越来越红，走向我，紧紧攥着我的手：“听我解释，好不好？我和他交往快6年了，我心里只是有些放不下。你放心，我保证，我不会背叛你。裴然，你现在都还在演戏。”我笑出声，挣开他的手：“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？”他眼底的惊惶不像演的。还有2天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安安，我们结婚，好不好？我笑出声，摇摇头，眼睛闪着泪花。裴然，你是不是感到很不甘心？你是不是现在还在遗憾不能和苏曼在一起？我是不是永远只是你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？我不相信你不爱苏曼了，你的心里永远有她的位置。裴然的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，嗓音发颤：“不是这样的。”我边流泪边说：“裴然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喜欢你的体贴，你的温柔，可喜欢又是没理由的。所以苏曼抛弃了你，你还是喜欢她。我本以为我们可以过一辈子的，对于我们的以后，我真的想了很久。我们将来会有个孩子，会过得很幸福。可是，我已经哽咽到说不出话了。”裴然红了眼，都着手为我擦眼泪，哀求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见苏曼了，好不好？原谅我，别丢下我，好不好？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了，我真的离不开你的。”看着裴然宛若丧魂落魄的模样，我轻声问：“你爱我吗？”“爱。”裴然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我吸了吸鼻子，闷声回：“好啊，我最后再相信你一次。”裴然喜极而泣，猛地抱紧我，力气大到像是要融进骨血。在此刻，裴然向我表明心迹的时刻，身上仍有苏曼的香水味。我面无表情依偎在他怀里，眼底毫无情绪，只是在心里酝酿着一场风暴。婚礼倒计时前1天，裴然借口参加单身派对，但我知道他去找苏曼了。奇怪，心里已经没什么波动了，是我心中的伤口在愈合。环顾了这个充满回忆的房子，我把我的东西全部拿走，只留下了裴然送我的礼物，以及那件为明天而准备的婚纱。手机里是上司的消息，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。公司在伦敦成立分部，上司几次打算将我调任过去，先前顾及裴然，我每每都拒绝。而如今，我回复好，拉着行李箱，我登上了最早的一趟航班。对裴然的爱尽数消散，我也终得解脱。裴然是狂奔进入会场的。昨晚苏曼哭得太惨，他最终还是不忍心去见了苏曼最后一面，只当作是对自己青春的告别。他在心底暗暗下了决定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，
苏曼灌了他好多酒，他喝多了。等醒来时，离婚礼开始只剩半个小时了。裴然一路飙车冲到婚礼现场。安安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他赶到化妆间，却发现空无一人。他拦住路过的工作人员，问：“新娘呢？”新娘，她一直没来。裴然慌到六神无主，却发现了化妆台上的一封信，是许安留给他的。打开，裴然，1个月前我就看到了你手机里的照片，从那时起，我们就没可能了。我给了自己1个月的时间去放下你。当我看到你肆无忌惮地伤害我，附和那些最刻薄的语言时，你知道我有多恶心吗？我是有多不长眼，才踩到一坨狗屎。我后悔了。闻到臭味时，就应该离得远远的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过得比你好。很抱歉，我不想给你任何祝福。裴然的眼神从最初的不可置信变成悲痛欲绝，身体晃了晃，嘴唇微微颤动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。安安，3个多月过去，我也渐渐适应了伦敦的生活。正在改合同时，朋友给我发来了消息，说个事你肯定感兴趣。什么？裴然和苏曼闹起来了。透过文字我都能看到他幸灾乐祸的模样。没等我回复，他直接打来一个电话，声音里是抑制不住的兴奋。你不知道，苏曼这人脑子好像有点毛病，控制欲巨强，总是觉得裴然会出轨，恨不得拿他当孙子管。上次部门聚餐，裴然出来吃个饭，他就开始夺命连环 call。好家伙，短短1个小时，苏曼就打了足足20多个电话。后面裴然应该觉得有点烦，手机关机了。结果苏曼硬是给全部门的人都打了电话，问裴然在哪。没一会儿，他就直接杀过去了。本来裴然还好声好气解释，谁知道苏曼根本不听啊，上去就给他2巴掌，大吵大闹，说裴然对不起他，狼心狗肺，说他为了裴然回国，插足别人感情，当小三，做了那么多，你要是敢不听我的，就是对不起我。当时我刚好在场，真是吓死了。就这，苏曼还没解气，把桌上的人也骂了个遍，说他们要把裴然带坏了，他跟他们没完。而后苏曼的行为更加过激，他整天疑神疑鬼，班也不上了，跟在裴然屁股后面，对部门每位未婚女性都戒备盘问，甚至在部门工作群大肆放言，不允许部门全体女性化妆，不允许他们以工作为由出入裴然的办公室。这一套又一套搞的，裴然不仅要应付甲方，还要应付这疯女人。你说这是不是报应？谁让他当初眼瞎，把榆木当宝？挂了电话，我心里五味杂陈的。当时确实存了不让苏曼好过的心思，我才故意说了那些话。没想到他的心态已经扭曲成这样，越急躁越是抓不住，只会将人推得更远。裴然迟早会受不了的，而苏曼的神经也只会更加紧绷。两人的关系简直是相互折磨，恶性循环。果不其然，不出1个月，我就听说两人正在闹分手。21个把月过去，我再没听到国内的消息。朋友来伦敦出差，正巧来看看我，正坐在咖啡店喝咖啡。他突然说，前2天裴然来找我了。我平静问，是不是工作上有什么交际？他摇摇头，他知道你不想见他，把你本科和研究生的同学找了个遍，最后找到我这里。我开玩笑说，那你应该我，他骚扰了那么多人，我去报警，然后和他打长官司。朋友拍拍胸口，一脸自豪，脚踩2条船的渣男。我早替你骂过他好几句，不过听我骂完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有点可怜。我抿了口咖啡，毫不在意道，怎么，想劝我和他和好？他很快否认，当然不是，我这不是害怕你心软，特意给你打预防针的吗？说完，他掏出一本相册，恨恨道，他非塞给我，让我交给你，我不能替你做决定，你还是看看吧。结果原来是一本手做的相册，封面裴然刚劲有力的字体写着，安安，我想每天都为你照张相，
我一页一页翻过去，就好像再次经历了和裴然的那3年。我坐在秋千上开怀大笑的模样，我吃火锅被辣到的模样，我沉沉睡着的模样，每一张都是我，却又不是真正的相片，是他一笔一笔画上去的。那么多张画记录了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。最后一页，他写道：“安安，这里一共1314张照片，我们在一起3年，如果一天拍1张，也该有那么多张了。之前无论我怎么让裴然帮我拍照，裴然都会找各种理由推脱，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。看着他故作深情的模样，我心里早没了半分波动。合起相册，我丢进垃圾桶里。朋友长舒一口气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吓死我了，我还真以为你要被他感动了呢。”我耸了耸肩：“怎么会？原谅他只会让我觉得对不起过去的自己。那你后悔和他在一起吗？并不，一段感情并不是结局不美好，就必定是一场悲剧。”晚上回公寓，突然看到门口蹲着个人，吓了一跳，仔细看看，才发现是裴然。他变化太大了，以至于我第一时间都没认出来，他瘦了很多。白衬衫穿在身上空荡荡的，两颊凹陷，神色颓败，胡子邋遢，没有一点精神气。见到我，裴然的眼眶登时就红了，哽咽到说不出话：“安安，我后悔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嘲弄：“我这里可没有后悔药。”可是他急忙说：“我已经把苏曼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删除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见她。”再次听到苏曼这个名字，还有点恍惚。这个女孩儿一度占据了裴然的心，是他的真爱。我也曾怨恨，拿自己与他比较，想看看自己到底差在哪里。可是到如今，我连他的名字都快记不清了。抬头正对上裴然的眼睛，其中的伤感清晰可见。但他如今摆出这样的表情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裴然重要吗？有意义吗？我和一个人在一起，只看重一点，那就是我还爱不爱他。现在我已经不爱你了，我更不可能因为你的一句道歉就原谅，甚至接受你，爱上你。裴然看着我平静无波的眼神，愣了许久，却还是不死心的恳求：“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对于苏曼，我只是有些不甘心。”我摇摇头，在我看到那些照片时，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裴然，你从不肯替我拍1张照片，看到相机，你想到的是和苏曼的点点滴滴吧？在我和他所有的选择里，你都选他。既然心里还放不下他，当初又为什么来招惹我？看着裴然慌乱惊恐的脸，我继续说：“不过你也不用向我道歉，这段关系是我主动选择的，我选错了人，也怪不得别人，所以我现在希望你也能接受这个结果。”裴然急于表达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急到面红耳赤，他的身体都在不受控制的颤抖，像一把紧绷的弓。你主动来找他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阴恻恻的声音。回头，原来是苏曼。她消瘦阴沉，布满红血丝的眼球凸起，像是来索命的恶鬼。裴然挡在我面前，声色俱厉道：“别再跟踪我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。我们纠缠了那么久，你放过我，也放过自己。我们……”苏曼不听他说完，抱起，结结实实地扇了他一个巴掌：“闭嘴！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我为了你回国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是不是又是这个贱女人？是不是她勾引你？”她的声音像破旧风箱的喘息，带着一种压抑的偏执和疯狂，刺耳又难听。裴然没有半分感动，反而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大吼：“那你为什么不离开？你有那么多怨气，为什么不分手？是我鬼迷心窍了，我以为你会改，我以为我还爱你，当初我就不应该和安安分手。”这句话算是捅了马蜂窝了。苏曼咬牙切齿，额头青筋暴起，狠狠厮打裴然。双方僵持不下，我实在不想看这场闹剧，转身离开了。第2天，我才知道后续是什么。苏曼在同裴然争执的过程中跳楼威胁，没想到脚下一滑，真摔下了楼。经过抢救，命保了下来。
但有极大的可能残疾，眼看着他们倒霉了，我心里也没半分快意，只是觉得唏嘘。世事无常，明明才过去1年，一切都变了。几个月过去，我没想到还能再见到裴然，还是在我的公寓门口。他比以往更加消瘦狼狈。安安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打扰你了。裴然的声音好像掺着血，痛苦到无以复加。我以为我爱他，可那只不过是对过去的怀念和不甘心。我以为苏曼对我是不一样的，我和他一起长大，我以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。我们分手了，后来我遇到了你，第一面叫你，明明你也为我做了那么多，你对我这么好。他缓缓抱住了自己的头，身体颤抖，呜咽起来。我想分手，他不肯，他不肯，他跳楼威胁我。怎么办？他真的跳下去了。和他过一辈子，我会疯的。安安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当时明明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幻想了无数次你穿婚纱的样子，结果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他哽咽难言，抓着头发的手泛起青白，手被青筋抱起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曾经那么伤害你，我也不想这样的，对不起。我以为我们能过一辈子的。他失声痛哭，悲痛欲绝。我叹口气，无奈安慰裴然，向前看，别被困在过去。离开前，裴然在窗外最后一缕月色下站定，低头对我说：安安，希望你会遇到一个比我好千倍万倍的人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我良久无言。第一个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要走开，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。我和许烨谈了5年地下恋，人前我是许烨的助理，他对我公私分明；人后我是他此生不换的挚爱。他待我情牵梦绕，直到我查出怀孕，准备告诉他时，却意外发现许烨在市区买了婚房。我悄悄跟去，亲眼看到他将手伸入女人的内衣，满眼情动。月月，我这么多年没结婚，就是为了等你回国，嫁给我吧。房内呻吟声阵阵，我的心也寸寸变凉。原来真正见不得光的人是我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流产离开，转头答应了家里的联姻。恰巧我们的婚礼是同一天。当许烨看清婚车上的人是我后，瞬间面容煞白。流产手术很成功，我没有很疼，只是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像是被挖走了什么，强迫自己不去想许烨。我孤零零地打车回家，前脚刚到家，后脚许烨就回来了。他特意买来蛋糕哄我开心，又亲手喂到我嘴边，甜腻的味道袭来，我却味如嚼蜡，因为我根本不爱吃甜食。哪怕我告诉他无数次我不爱吃蛋糕，他也永远记不住。有几回我拒绝吃，他甚至和我吵了起来。如今我才懂得，爱吃蛋糕的和许烨真正爱的原来另有其人。胃里一阵反酸，我难受得干呕起来。许烨眼中的不耐一闪而逝，转瞬就嘘寒问暖：怎么了，月月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有点恶心。我据实相告，许烨却坏笑着拉我入怀：快让老公瞧瞧，月月是不是有宝宝了？我怔住，他已经将手探入我的裙内。许烨，你住手！怀孕了你会和我领证吗？你会和我办婚礼吗？连续2个问题让许烨直接失去了兴趣。他强挤出一丝笑意：别闹了，我们是办公室恋情，公开了影响不好。何况家里要是知道我和一个小助理，他们不会乐意的。你还得看他们脸色。月月，我们慢慢来，别逼我好吗？我们像现在这样不好吗？领证和婚礼只是一种形式而已，没有任何意义。许烨随后又搂着我撒娇，不断耍宝逗我开心。我想笑，但又笑不出来。怎么领证和婚礼就没有意义了？地下恋5年，每次我提起结婚，他都是转移话题，或者随口敷衍。我有段时间都在想，他是不是有点结婚恐惧症？今天我才明白，他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结婚对象不是我。我默默推开他，忽略他眼中的失落，让他先去洗个澡。浴室流水声传来，我拿起许烨的手机解了锁。密码是我的生日，他没改掉，
却让我有一种哑巴吃黄连的苦涩感。点开微信，第一眼便看到了微信置顶那个不属于我的头像，备注挚爱。那一串串文字就像密密麻麻的针，刺痛了我的双眸。月月，最近还好吗？你离开的每一天，我都好想你。月月，我新招的助理长得很像你，每次见他，就好像你还在我身边。月月，好巧，他也叫月月，连生日都和你是同一天。只可惜他终归不是你，替身就是替身，永远替代不了正主。月月，我又去买了你最爱的那家蛋糕，真的好想带给你吃。5年里，大多是许烨一厢情愿的告白，直到3个月前，宋月回国，两人感情逐渐热络，不停分享日常。初冬的第一场雪，他会拍照给他。月月，快看，下雪了，好幸运，今年有你在。下班我去接你，一起赏雪。那晚，他借口应酬，抛下高烧的我走了。第2天，他宿醉回来，我特意早起为他煲粥。他再次拍照给宋月，今早喝粥。月月，你也要记得吃早饭哦。1个月前，许烨和我说是出差，结果却是带宋月去旅游了。他们打卡了无数景点，那些都是我曾经缠着许烨想去的地方。他总说工作忙没时间，我等了5年都没等来。宋月才回来几个月，他就有时间了。他又带他回家见家长，将他介绍给所有亲朋好友认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真正爱一个人，不是把他藏起来，而是恨不得将他介绍给全世界。我早该明白的，许烨不是不会公开，只是不想和我公开。直到他们买房订婚，许烨在朋友圈官宣，告诉了全世界，唯独屏蔽了我。拿着手机的手控制不住的颤抖，知道我是替身，和亲眼看到这些证据是两码事。原来许烨嘴上说爱我的时候，心里爱的却是另一个人。他望向我时的深情，却是在透过我思念别人。那些无数甜蜜瞬间，此刻化作玻璃碎片，狠狠刺穿我的心，心脏痛得近乎窒息。我掐紧掌心，才没让眼泪落下来，却再也没有勇气看下去。在浴室水声停止的瞬间，我按灭了手机。许烨习惯性地唤我帮他找衣服。月月，我那件蓝色西服放哪了？月月，你说搭配哪条领带好看？他从身后抱住我，蹭蹭我的脖颈。月月，我好爱你呀，要是离了你，我可怎么活？他像往常一样缠着我撒娇，却在我回身的瞬间愣住。月月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发烧了？许烨急忙给我量体温，满眼担心。我沉默着，不知道该不该和他摊牌，戳破他虚伪的深情。此时，他的手机响了。许烨点开手机，看清消息后，嘴角不自觉地勾起。是他吗？话到嘴边，却堵得说不出来。察觉到我的注视，许烨放下手机，忧心忡忡地朝我解释：月月，我爸住院了，我现在得过去一趟。你发烧了，记得吃退烧药，今晚不能陪你了。你不会生气吧？不会。他急匆匆离开后，我到底是没忍住，随便披了件外套，打车跟在他身后。半小时后，他的车停下，宋月一看到许烨，就一个熊抱扑进他怀里，大喊道：阿叶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怀孕了。听闻此言，许烨激动地在宋月脸上狠狠亲了一口。这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要当爸爸了，我一定会对你和宝宝负责的。月月，我像个小丑一样，躲在暗处窥视着两人相携走入屋内。我愣愣地看着眼前这套婚房，直到一张纸巾挡住了我的视线。司机大姐满脸唏嘘的叹气：擦擦吧，男人嘛，都这样。我才发现，不知何时起，眼泪已经淌了满脸。谢谢。我礼貌接过陌生人的好意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。妈，我同意家里的联姻了。电话那头愣了一瞬，随后是浓浓的担忧。月月，是不是受委屈了？妈早就说了，许烨不值得托付，真心爱你的人，怎么可能拖了你5年都不肯公开？现在醒悟也不晚。妈给你选的联姻对象人很好，婚礼定在1周后，收拾好明天就回来吧。酸涩涌上鼻腔，
原来一切在旁观者眼里如此清晰，而我却沉溺于许烨的甜言蜜语中无法自拔。到家后，我开始打包行李，彻夜不眠地清除我在这个家的痕迹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属于我和许烨的回忆。想到要离开了，我把那份孕检单和流产报告放到了许烨的书桌上，全当是为我们5年的感情画上最后的句号吧。直到第二天天亮，许烨都没有回家。我来到公司，正准备递交离职报告，却听到了茶水间的八卦声。哇，刚刚就是老板娘嘛，和老板好般配。不过老板娘和10月真的好像啊，老板一定是绝世恋爱脑，连助理都要找老板娘的翻版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听着同事的议论声，转身正巧与许烨和宋月四目相对，他们携手并肩，一个局促心虚，一个似笑非笑。许烨踌躇着不知道说什么，宋月却率先开口，她笑着与我寒暄：“你就是待在阿叶身边5年的那位女助理10月石小姐吧？”“你好，我叫宋月，是阿叶的未婚妻。这么多年辛苦你替我照顾她了。总听阿叶提起你，想不到我们真这么像，连用的香水和穿衣风格都一样。”甜腻的玫瑰花香随着她的动作冲进鼻腔，味道同我身上的香水一模一样，心中苦涩止不住蔓延。许烨平时总喜欢给我买香水和衣服，哪怕我并不喜欢玫瑰花香和性感的穿搭，他也乐此不疲地送。曾经我甘之如饴，只以为这是他宠爱我的证明。如今看来，他不过是在尽力打造一个宋月的复刻品罢了。我没动，转头看向许烨，他怔了怔，避开我的视线，点头：“对，她就是我之前和你说的那位助理，小姑娘人还算勤快，我就让她做我的助理了，平时帮我干些杂活。”宋月不以为然地笑：“阿叶，你不用和我解释这么多遍，我还分不清公司吗？而且石小姐长得这么像我，你让她当助理，不就是为了能时刻想起我吗？”说罢，他感动地扑进许烨怀里，深情拥吻。周围同事见状，祝福声此起彼伏响起。许烨清了清嗓子，正式宣布：“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同时也是新来的部门经理宋月。”顿时，所有人都看向了我，因为部门事务一直是我在负责，大家已经默认我就是部门经理。许烨当着众人的面，把空降来的宋月拉入公司群，两人先后在群里发消息，只要不瞎，都看到了他俩的情侣头像，惹得现场同事都一脸艳羡的起哄，啊声不绝。许烨忽然朝我指了指手机，暗示我去看私信：“月月，我和宋月只是名义上的联姻，你别误会。昨晚我爸病了，他就这么一个心愿，我只是配合他，做做样子而已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，许烨到现在还想哄骗我，把我当成3岁小孩耍。我没心思继续看他们郎情妾意，准备先回办公室打包好自己的物品。宋月却拉住我的手，尖锐的指甲在众人看不到的地方狠狠掐进我肉里。对了，既然石小姐熟悉杂物，就劳烦你把我的物品都搬进阿叶旁边的办公室吧。宋月的眼神瞟向我，挑衅的意味格外浓。石小姐，我知道那是你一直办公的地方，可是阿叶比较黏我，他想随时都能见到我，就麻烦你换间办公室吧。宋月兴奋指使着我，许烨没有半点反对的意思。我正好也打算辞职，倒不在乎办公室被抢走，可有几个老同事却站出来替我说话，质疑这个决定是否不妥。宋月空降而来，没有任何业务经验，仅因为私情就调换办公室，实在有些公私不分。我连忙拉住替我说话的几人，示意他们先别闹。宋月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眼中含着泪：“石小姐，我初来乍到，不知道到底哪里得罪了你。你要是不满意，可以直接说，不要蛊惑大家针对我呀。”许烨狠狠瞪着我，训斥道：“石月，看你干的好事，赶紧把东西收了，给月月腾办公室，一个办公室而已，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？我不想再看到你引导舆论来欺负月月，再叫我发现谁仗着资历
欺负新人，一律开除。他利落地把我屈指可数的东西丢到了外面，又亲手帮宋月布置起来，一会儿送鲜花，一会儿送抱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要布置婚房。我将辞职报告交给人事后，还有些交接手续需要办，一直忙活到下班。下班后，同事们邀请我参加聚餐，说是许烨要给宋月庆祝入职。我有些惊诧，入职还需要庆祝，不过想到马上要离开了，我也没拒绝，就当是借此机会和同事们告个别吧。酒桌上，我才发现之前帮我说话的那几个同事已经被许烨开除了。我私信询问，才知道原来是许烨威胁他们不许向我告状，否则就在业内封杀他们。想不到一向公私分明的许烨，这次竟然为了帮宋月出气，做到了这种地步。众人自然见风使舵，席间各种踩高捧低。中途我借故出去透气，却在花园被许烨猛地拉入怀中，他灼热的呼吸喷洒在我脸上，温声细语：“宝宝，今天白天受委屈了，我好心疼。我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，都是为了让我爸满意。乖宝宝，你不会怪老公吧？你不是一向最懂事了吗？宝宝，等下聚餐结束，你先回去把行李收拾好，我带你去新公寓入住好不好？毕竟宋月知道我那套房子，你再住在那里不合适。听话，乖宝宝。因为听话懂事，我乖乖和许烨谈了5年的地下恋，不能见光。现在他这是又打算哄骗我，给他心甘情愿的当小三吗？我推开他，刚想要开口拒绝，前厅内突然传来宋月的哭泣声，许烨立马放开我，朝前厅奔了过去。怎么了，月月？宋月指了指自己空荡荡的脖子，哭得抽抽噎噎。阿叶，你送我的那条翡翠项链不见了，呜呜，那可是你家的传家宝呀！刚才明明我去洗手间前它还在的，呜呜。宋月看到我，又哭着拉住我：“石小姐，刚才洗手间里只有你和我。”我觉得闷，想洗把脸，就把项链摘了下来。那时候你就在我旁边，我知道可能因为白天的事情得罪了你，你对我难免有不满。可是那条项链对我真的很重要，如果你拿了的话，求求你把它还给我吧。宋月的这些话直接将矛头都对准了我，话里的暗示不言而喻。周围刻薄恶毒的言语传来，宋小姐真是太善良了。什么拿？还用想吗？分明就是偷啊！想不到时助理竟然是这种人，简直太无耻了。搞不好平时也不少干偷鸡摸狗的事呢，今天敢明目张胆的偷东西，搞不好明天就开始偷人了。呸！打扮得那么像老板娘，不过麻雀就是麻雀，永远也飞不上枝头当凤凰。千夫所指，我不禁脸色惨白，向许烨投去求助的目光。许烨却猛地冲上来扇了我一巴掌，满脸愤怒地瞪着我：“石月，你这又是闹哪出？你就非得把月月惹哭，你就得意了？你怎么就这么下贱，连月月的项链都敢偷？那条项链不属于你，你仔细考虑清楚。”我可没什么耐心，指甲狠狠攥紧手心，我极力控制不让自己掉眼泪。我绝对不能哭，这是我最后的尊严，哭了我就彻底一败涂地了。我没有偷。许烨沉下脸，既然你不肯主动交出来，我可就派人搜身了。说罢，他直接下令，让周围同事将我死死摁住，当场搜身。服务员连忙劝阻：“客人有没有可能是遗落在其他地方了？不至于搜身吧？”“是啊，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”许烨却冷哼出声：“我的未婚妻最是单纯善良，她怎么可能胡乱冤枉人？不可能有误会，就是10月心怀鬼胎，故意欺负我未婚妻，我怎能轻饶他？”我彻底心灰意冷，连初次见面的陌生人都肯相信我，愿意为我说话，许烨却不肯信我。他可是与我朝夕相伴整整5年啊！宋月随口诬陷，就让他失去理智，毫无保留的偏心。他甚至连解释都不肯听，就用最不堪的方式当众折辱我。原来这就是爱与不爱的区别。我死死咬着唇，却再也控制不住喉间的哽咽声。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
泪不争气地从眼角滑落。同事们毫不留情地在我身上野蛮搜索着，直到搜无可搜，宋月才惊呼一声：“原来是在我的口袋里！真不好意思，是我记错了，石小姐，都怪我不好，误会了你，我向你道歉。”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哭着跑了出去。许叶晦暗不明地看着我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最终，他还是抛下我，转身朝着宋月的身影追了出去。我身心俱疲，在众人尴尬的目光中落寞离开，直接打车到了机场。起飞前，我收到了许叶的微信：“宝宝，刚才你做的有点过分了，怎么能当众让宋月下不来台呢？我好不容易哄好她，明天上班一定要当众给她道歉，毕竟你们俩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呢。”我刚想回复“我们分手吧”，却指尖顿住。许叶从来不曾公开承认过我们又何谈分手呢？我直接将他的全部联系方式拉黑，转身登上了飞机。本以为10月会听话道歉，可第2天上班，许叶却懵了。他一直在等10月主动道歉，等来的却是人事递交的10月的离职报告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向乖巧懂事的10月，唯独这次这么倔，他一定要问明白。这时候，许叶才错愕地发现自己的微信被拉黑了，连电话都打不通。许叶眉头紧皱，快要被这些发现气疯了。10月怎么敢的？他真是翅膀硬了。暴怒之下，许叶飞奔回了他和10月的家。可当他推开熟悉的屋子时，却再次迎来暴击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家。他后退，仔细看看，再度迈了进去。屋内仍旧一片清冷。依稀记得这是5年前10月还没来的模样。许叶一阵恍惚，冲进房内四处寻找10月，可是到处都没有，甚至连和10月有关的一切痕迹都没了，仿佛这个家从来都不曾出现过10月这个人。要不是他清清楚楚记得这5年的相处，许叶都要怀疑这是一场梦了。直到他看到了书桌上的孕检单和流产报告，怎么会这样？许叶不可置信地坐在椅子上，喃喃自语：“一定是月月在和我闹脾气。他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我？”飞机落地，爸妈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。望着爸妈鬓角的斑白，我满心愧疚。这5年，为了许叶，我一直远在外地工作。若是我肯把精力放在自家公司，或许爸妈就不会这么辛劳了。妈妈含泪抱紧我：“月月，怎么瘦了这么多，脸色这么差？你这傻孩子，放着好好的千金小姐不当，非要去给许叶当什么助理？”泪意上涌，我抱着妈妈撒娇：“妈妈，都过去了，回家我想吃你包的饺子。”“好，妈给你做。”我挽着爸妈，笑着走出机场，终于回家了，真好。舟车劳顿，到家后我早早休息了，一夜好梦。次日清晨，一阵突兀的铃声将我吵醒。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陌生号码，但是所属地很熟悉。按下接听后，许叶压抑愤怒的声音传来：“10月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！谁给你的胆子拉黑我？谁让你辞职的？你竟然敢玩失踪！你现在人到底在哪？你现在脾气怎么这么大？你当众让月月下不来台，难道不该给她道歉吗？我凶你2句，你就去堕胎，你知不知道我？赶紧给我回来！该上班上班，该回家回家。”说完，他就直接挂了电话。听得出来，他依然很自信，以为我还是曾经那个非他不可，为他放弃所有的10月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分手短信发过去了：“许叶，我们分手。”或许在许叶心里，这段感情都不配用上分手这个词吧。片刻后，对方回复：“这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”吃完早餐，妈妈神秘兮兮的要带我去个地方。下车后，入目便是一座临海别墅，院子里种着我最爱的薰衣草。“月月，喜欢吗？以后这就是你的家。”充满磁性的声音传来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你未来的老公，韩明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见面礼，希望你喜欢。他直接把房产证和车钥匙递给我。令人诧异的是，房产证是5年前办下来的，而上面却写着我的名字。可5年前，
我根本不认识韩明啊！妈妈迫不及待解释，这可是韩明专门为你设计、历时2年布置打造的新家。月月，你们年轻人有共同话题，妈先回去了。我怔怔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他脸上漾起温柔和煦的笑，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海浪阵阵，花香袭来，韩明带着我在花园坐下，向我讲述了一段往事。10年前，我和他一起被困于大火中，刚刚父母双亡的他，看着大火放弃了求生的意志，是我拉着他躲开了坍塌的大门，又不断语无伦次地给他打气。其实说了什么我自己都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我俩昏倒前，他说若是有幸能活下来，一定会报答我。最后在医院醒来，我试图去寻找他，但没有找到。我一度以为他是没能挺过去，还悲伤了好久。月月，当时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葬身火海了。曾经的共患难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过往的记忆复苏。我笑着调侃他，所以你这是为了报恩，选择以身相许了。你也知道，其实这5年我一直有个男朋友，不知为何，我有些心虚。韩明，我还为他流产了，你要是介意，这婚事可以算了。谁知他眼尾竟红了一片，连声音都有些哽咽。月月，都怪我，要是我早点去找你，你也不会受这么多苦。我正紧张地搓揉指腹，属实没料到等来的是韩明的道歉，我心头涌上暖意。韩明坚定地拉住我，眼中似有光。我都知道，你同意嫁给我，他就是过去了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10月，我喜欢你，我愿倾尽一生去宠你爱你，能给我一个机会和你共度余生吗？他的话飘散在海风中，却坚如磐日。我抬头撞进他满是真挚的双眼，目光灼灼，对望间，我竟有些心跳加速。这是我和许烨相处时从未有过的感觉，脸不禁红了一片。我轻轻嗯了一声，答应联姻后，我原以为只是家族互助，对这段婚姻并未抱有任何幻想，没想到却意外收获了一个满眼皆是我的老公，属实是意外之喜。韩明见我答应，眼眸瞬间亮了起来，我在他的眼中看见了闪闪发光的自己。自这天起，韩明便每天都往我家跑，谁也没想到他会天天在我家亲自下厨，亲手照料我的一切。我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忙着去试婚纱，忙着去拍婚纱照，每天都是幸福的忙碌。如果我累了，他就会蹲下来，背着我回家。夕阳西下，我只觉岁月静好。韩石2家联姻是整个海市的头条新闻。我和韩明的婚纱照很快大肆流传开来，许烨和宋月的婚礼在即。可是这些天他一直有些心不在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直到他无意中听到了公司茶水间的八卦。你们听说没？10月今天早上发了朋友圈，他要结婚了。许烨的大脑瞬间轰鸣。你们说什么？他发朋友圈，他要结婚？抢过下属的手机，看见10月朋友圈的那一刻，许烨只觉天塌了。这没有预兆的一幕，宛若重物猛砸进胸腔，痛得他无法呼吸。许烨的脸因暴怒而扭曲变形，他推开众人，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办公室。不可能的，他怎么可能结婚？他要和谁结婚？对，这一定是他耍的小手段。吃过午饭，熟悉的陌生来电再次狂轰滥炸。许烨傲慢的声音传来：月月，我反思过了，那天是我态度有问题，这段时间我确实有些忽略你的感受，所以你才闹脾气吧。月月，我看到你那条朋友圈了，你是故意假装要结婚吧？怎么就那么巧，你和我结婚是同一天？不得不说，你的小手段很成功，我以后会多关心宠爱你一些，别再任性了好吗？就算你是生气我和宋月联姻，那你也不能在朋友圈拿婚姻大事开玩笑啊！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和宋月只是家族联姻，我真正爱的人是你。月月，你怎么舍得放弃我们5年的爱情，就这么一声不吭地舍我而去呢？月月，
我知道从前让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你相信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弥补你的。回来吧，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。我和你道歉好不好？原谅我，月月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就让宋月把那间办公室腾给你，就当是补偿好不好？我听着许烨别扭的道歉求和，不明白他这又是犯什么病。许烨对宋月的真心，只要是有眼睛就能看得见。如今白月光回来，替身让位，对他来讲不是正好吗？为什么他还要打电话来纠缠？恍惚间，我又替曾经的自己感到可悲。许烨永远是这样，他在心里吃定了我对他的爱。他以为我每次都会擦干眼泪继续爱他，所以他开始不在意我说的话，肆无忌惮作践我给他的爱。而每当我准备放弃他的时候，他就又开始对我道歉，求我原谅。但这世间又哪有那么多追悔莫及的机会呢？迟来的醒悟和道歉都太晚，破碎的东西再怎么修复都有裂痕，迟来的真心比草贱，失去了就是永远失去了。我决心和他说明白，许烨，无论你以后是否懂得珍惜和悔改，我都宁愿错过你。我讨厌你那轻浮的语气，不成熟的心境和永远都不可能和我共情的能力。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，我一点也不想再回到你身边了。许烨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真的要嫁人了。虽然我们相处时间很短，可是我很喜欢他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了。哪料这些话许是刺激到了向来盲目自大的许烨，他恼羞成怒的讥讽嗤笑：呵，结婚除了我你还能嫁给谁？我睡了你整整5年，这么多年纠缠不清，你还为我流产过，你觉得除了我，谁还会要你？谁还会想娶你这么个破鞋？嘴硬什么？欲拒还迎也要有个度，差不多得了。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，对不对？一张婚纱照而已，谁会相信啊？我说你这几天怎么一直没动静？本以为你还有点骨气，没想到是个贱骨头，一声不吭地拍了个假婚纱照，让我着急。现在我都道歉了，还不知足？怎么？你是想用这种方式向我逼婚吗？怎么可能有男人看得上你？这是你故意找人来演戏，给自己充面子吧？你不会随便找个流浪汉嫁了吧？除了流浪汉，还有谁看得上你？差不多得了，见好就收吧，要不然到了最后，还不是哭着求我收了你？没有我，你就等着孤独终老吧。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若是现在肯乖乖回来，我还可以考虑既往不咎。你考虑清楚，我可没有什么耐心。恶毒刻薄的话语如潮水般袭来，气得我直接挂了电话。我又不禁笑出了声。爸妈总说我看人眼光不好，我以前不承认，如今我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就许烨这样脚踏2只船的渣男，我竟然义无反顾地爱了整整5年。幸亏我已释怀，没有因为一个不值得的人一再沉沦。几天后，许烨迎来了和宋月举办婚礼的日子，许烨却在婚宴大厅外不停地抽烟，他眼尾泛红，向好兄弟抱怨：我和那个小助理彻底吵崩了，这些天他都没理我，也不接我电话了。他就是个倔丫头，低头怎么那么难呢？本来好好的，每次都要吵闹着将我激怒。哎，我今天结婚的阵仗又这么大，这倔丫头指不定在哪里偷偷哭呢。好兄弟愣住，掏出手机新闻给许烨看：你还不知道吗？你那个小助理家世可不简单，她可是石氏集团的千金。就在今天，她要嫁给首富韩家的长子韩明啊！字字句句如同惊雷炸入许烨耳中，他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，害得手足冰凉。下一秒，手机上直播出韩石2家联姻世纪婚礼的豪华现场。当许烨看清婚车上的人真的是10月后，瞬间面容煞白，所有的情绪仿佛瞬间崩塌。许烨的心口传来尖锐痛意，他忍不住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疼得弓起身子，蹲在地上半天缓不过来。此时，宋月穿着婚纱，着手捧花，满眼兴奋地来催他。意识到婚礼马上要开始了，出于责任感，许烨顺从地被拉走了。
可是他心头却思绪万千，满脑子都是10月。许烨浑浑噩噩地听到了婚宴大厅上主持人的声音响起：“新郎该出场了。”到了誓词环节，许烨先生，请问你愿意娶宋月小姐，一辈子照顾她，只爱她一个人，对她不离不弃吗？许烨一直在想10月，思考得太过投入，连主持人喊他都没有听见。许烨先生，请问你愿意娶宋月小姐吗？主持人又问了一遍，许烨还是没有反应。宋月有些着急了，扯了扯许烨的衣袖：“怎么了？主持人问你话呢？”“哦，对不起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看到身穿婚纱的宋月，许烨立马就联想到10月穿婚纱嫁人的模样，他的心止不住的慌了，泪水再也抑制不住，汹涌而出，泪眼朦胧间。他仿佛看到了这5年来10月陪伴的种种画面，从来没有人像10月那般赤诚地爱过他。他的迷糊终究害自己失去了真正爱的女人。这一刻，许烨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心。思及此，许烨抬脚正要走，宋月脸色很差，意识到许烨要做什么，他满眼含泪地摇头。他没想到许烨竟然会如此放不下那个女人。宋月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阿叶，你不要走，这可是我们最重要的婚礼呀，这么多亲朋好友都在，你要是把我丢下了，我会丢脸死的。宋月哭得梨花带雨，见许烨仍旧无动于衷，她慌张地扑进许烨怀里。阿叶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宝宝，求求你不要抛弃我和孩子，好不好？阿叶，我真的很爱你，能够风风光光地嫁给你，是我唯一的心愿。可许烨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对不起，我一定要过去看看，万一10月真的嫁给了别人，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阿叶，别闹了，赶紧回来好不好？你一定要毁了我们的婚礼吗？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嫁给你，如果你非要逃婚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非要看着我死是不是？可许烨越是看着眼前的人，满脑子越是不断地浮现出10月的身影。宋月，我无法和你结婚，我骗不了我自己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我真正爱的人是10月，他不只是我的助理。10月和我在一起整整5年，我离不开他，我绝不允许她嫁给别的男人。我要去把她带回来。众人面面相觑，连主持人都愣在原地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许烨话音刚落，只见宋月提着婚纱的裙摆，朝着一旁的柱子就直直撞了上去。她额上的鲜血不断滴落，染红了洁白的婚纱。而许烨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台下一片哗然，好好的一场婚礼，新郎跑了，新娘自杀，算怎么事儿？话分两头，我的世纪婚礼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。婚礼豪华奢侈，一大早开始，各大媒体就在现场直播。等婚礼进行到交换戒指的环节时，门外忽然传来男人撕心裂肺的吼叫声：“住手！我不同意！”下一秒，许烨挺拔的身影出现在众人面前，韩明瞬间沉了脸色，立刻让保镖赶他出去。可一贯死要面子的许烨，今天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，竟然不顾形象地和保镖大打出手。许烨那里乱作一团，他的额角磕破，流了血，人更是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但他仍不放弃，挣扎着一路快步冲到台前。许烨单膝跪地，向我奉上求婚钻戒。月月，你不能跟他结婚，你只能是我的新娘。我知道之前全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对，我以后一定改，求你再给我个机会好吗？对不起，月月，我现在才意识到，我真正爱的女人只有你一个，求求你原谅我好吗？我们重新开始，月月，嫁给我好吗？见我没有反应，许烨彻底急了，他展开手心，露出当初那条翡翠项链。月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调查了酒店的监控，那天你根本什么都没做，一切都是宋月自编自演的戏码，是我不相信你，才被他骗了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可以怪我，之前是我混蛋，只求你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，好吗？我们相爱5年了，你舍得抛弃我吗？
从前的种种恩爱，你都忘记了吗？许烨握紧拳头，满是悲戚地看向我。月月，你不要赌气随便嫁人，豪门联姻哪有感情可言？你这是跳火坑啊！我看着许烨的求婚钻戒和家传项链，在我面前熠熠生辉。这一幕曾是我憧憬了整整5年的画面，不过幸好他从未舍得给过我。我松开韩明的手，向许烨走去，将手伸了过去。许烨眼中一点点聚起星光。看，月月，你果然是爱我的，你终究是放不下我。我走到许烨面前蹲下，对着他笑容满面的脸狠狠扇了一巴掌，又厌弃地将他的戒指和项链朝远处扔掉。这一巴掌是还你的，我们两清了。许烨，我承认我曾经喜欢过你，可是后来我发现我爱错了人。你没有底线，玩弄了我的感情整整5年。你只不过是一个狂妄自大、满口谎言的骗子，你根本不配我的喜欢。我凭什么将自己的余生交给你这种人？还是那句话，许烨，我不喜欢你了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我们从来没有正式在一起过，但今天也算是正式道别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随着我的话语，许烨的脸一点点惨白下去。不，许烨双手扯住我的手腕，双膝跪在地上，不肯松手。月月，是我爱惨了你，我真的离不开你。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我每天吃不下，睡不着，整晚的失眠，我都快疯了。我求求你，不要放弃我好吗？我们在一起5年，你说忘就忘吗？我被他这自诩情深气笑。许烨，你扪心自问，这5年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你心里想的是谁？你又把我当成了谁？我掰开他的手，心里对这个男人厌恶的不行。韩明一脚将许烨踹翻，踩在他的手上，狠狠捻转。就凭你也配追我老婆？你真是会给我们男人丢脸啊！我和我老婆相爱着呢，你放心，我会让你看着她余生幸福的。韩明的身影护住我，接着又朝旁边下令。很快保镖就将许烨赶出婚礼现场。我冷眼旁观着许烨前所未有的狼狈凄惨。等他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我毫不犹豫地和韩明交换戒指，完成婚礼。而许烨被丢到了酒店外，只能从营亭上哀嚎痛哭地看着我和韩明举行了世纪婚礼。事后，在网上有人拍到了当时许烨痛哭的场景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世人都在嘲笑许烨自不量力，竟然敢和首富抢婚。一时间，许烨沦为全网笑柄。许烨将所有的错全都归咎到宋月身上，对他各种报复。开除宋月不说，更是直接派人将他打到流产、重伤残疾。宋月更是被折磨的丢了好几次工作，生活愈发艰难。而许烨的公司也因为得罪了韩石2大家族，麻烦不断，股价不停下跌，最后直接宣告破产。许烨也毫不在意，他每日变得疯疯癫癫，整天酗酒，嘴里叫嚷着要找他的月月。后来听说宋月心有怨恨，忍无可忍之下，直接发疯开车撞了许烨。许烨死里逃生，却落下高位截瘫。而宋月也对生活彻底丧失希望，跳楼自杀。听到这些消息后，我不禁唏嘘：宝宝，烟花要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婚后，韩明践行了他的诺言，将我宠上了天。今晚，他特意命人在市中心为我放了一场绚烂的烟花秀，烟花在夜空中灿烂绽放，他与我紧紧相拥，沉浸在幸福之中。这样的生活真好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